日本、美国开始了东方之盾军事演习，俄罗斯万人军演遥相呼应。南千岛群岛未来将是一个核心的战场吗？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刘小飞。这几天呢，俄罗斯在东西两边都有一些引人注目的军事行动。西边的呢，我们说过了，是对进入俄罗斯领海的英国驱逐舰进行了火力警告。东边呢，就是把这个舰队直接拉到了夏威夷，在美军基地门口玩了一把过家家呀。然后演习中说是这个模拟攻击，把美军航母击沉了。另外呢，24号开始，美国和日本又开始了例行的一个演习，叫做东方盾牌实战演习。这个演习呢是定期举行的，参加演习的一直都是日本的陆上自卫队，还有驻日美军的陆军。今年的演习呢，规模算是历史上比较大的了，到了3000人，以前没那么多。而且呢，是美国陆军驻扎在日本的各个地点还有各个演习场同时开打。以前美国人玩的时候呢，也就是以巷战为主，这次也是，比如2017年呢，就在富士山边上基地那儿玩了一把巷战，今年恐怕也得这么干。在咱们看来3000人这个规模算是挺小一规模了，不多嘛。而且这3000人呢，是美国和日本双方兵力都加在一起了。但是翻过来你要想一想这驻日美军基本上都是海军、空军，还有这个海军陆战队。陆军其实驻日的呢很少，就是一个司令部在那儿待着，然后司令部下边有些直属部队，拢共加在一块儿的正常编制就2000人。所以呢，他能够派出来参加演习的人也不可能太多，还有看家的嘛。那么真要打起来怎么办呢？就是美国人的计划就是真打起来的话，大量陆军在后边待着，然后真开打的时候，开打之前再把大量陆军要运上日本岛。但是呢，演习规模人少归人少，但演习的内容模拟的可能远远不止3000人，因为演习中就有这么一类，就是部队首长带少量那个人员那种演习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各级指挥部你比如说这个连指挥部、营指挥部演习中是完整的，他们要动起来。但是指挥部运动的过程中呢，他要带兵。今天这个指挥部带一个班的兵，可能就是代表了实战中一个连甚至更多。这个班走到哪儿，意思就是这有一个连占领这个区域了，有点类似我们看那个京戏京戏舞台上4个人那儿一戳，千军万马就有了。而且呢，这次日本呢是模拟全国范围之内同时开打，各个演习场都动手嘛，代表的也是这个全国范围进入战争状态。那么谁这么大本事发起这么大的这规模登陆作战，能把这个日本打得全国冒火冒烟的呢？这时候呢，俄国人就赶紧出来说了，你看我行吗？因为就在日本开始演习的前一天，俄罗斯呢就在南千岛群岛开始了演习。说到这儿呢，注意一下咱们大家以后可以关注，如果说你觉得这几个岛是归俄罗斯的，你就习惯的要说南千岛群岛；你要是觉得这几个岛应该归日本，你要说北方4岛。所以我们今天就说的是南千岛群岛。那么俄罗斯这次演习规模挺大，兵力1万人，坦克500辆，作战舰艇12艘，飞机30多架。要知道在现在战争情况下1万的兵力可是很大规模了，这比日本这个规模大得多，而且兵力很集中，就是在岛上嘛。那日本可是全国3000人而且俄罗斯这个2月份也搞过一次，那时候是2000多人，这次是1万人，明显就是摆明了要给日本一点态度看看。日本呢马上表示了抗议，说这个演习不应该搞，你们搞这个演习跟日本的立场是对立的。这其实是废话，这几个岛归谁，俄罗斯的立场跟日本从来都是对立的，不对立才见鬼了。结合一下在夏威夷的演习，再结合一下这次在南千岛群岛的演习，我们还是能够看到俄罗斯一套清晰的部署，那就是尽可能的要把这个战场摆在亚洲，要冲突的话可以就在这儿冲突，不要把欧洲拉进来。这一招呢，其实是让美国人也很不舒服，因为俄国人出击的方向选择了亚太地区，就是摆明了告诉欧洲，这边你们不动我，我也不动你。我和美国人要玩的话，我在东北玩，我在西太平洋玩，欧洲你可以安心。那么这么一来的话，美国就不容易把俄罗斯作为一个公共威胁，动员整个北约力量，或者是引起整个欧盟紧张了。至少也很难绑架着德国去跟这个俄罗斯叫板了。所以呢，俄罗斯人要想引起美国、日本的重点关注，就一定要找准美国和日本在远东地区的敏感点。那么南千岛群岛就是俄罗斯地面力量作战的一个不二选择。其实原则上讲美欧矛盾缓解，欧洲就不用紧跟着美国走，这对中国来讲呢是好事。但是如果把美军的很多主要关注方向吸引到亚太，对中国就不是好事了。那么我们可以期望什么呀？期望一方面我们自己的力量快速扩大，
就是即使美军力量被牵引过来以后，我们的力量也足以拒止美军，不会影响我们解决台湾问题。另外呢，就是最好俄罗斯在西太平洋的海空力量也能够快速增长一下，也能够牵制一下美国的海空力量。毕竟呢，美国陆军到日本多少人对我们来讲问题不大，因为对我们解决台湾问题影响极其有限。而美国的海军和空军，他们的远程打击力量才是我们最需要小心的威胁。好，关于俄罗斯的这次演习跟日本和美国的演习，我们今天就对比到这里。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，我们下期再说。